最近发生了2起社会热点事件，一起是大连一名21岁的在读女学生倒贴一名乌克兰37岁的男子，被这名乌克兰男性发到了网上，并说他是 EasyGirl。另外一个热点事件是一名巴西的男子在直播的时候说中国的年轻女性非常好搞定，就像是一块便宜的牛排。这件事情在中国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很多人又在批评 EasyGirl。我现在想探讨一下这个事情本身啊。我们所有看到这些事件背后的真相呢，是很多中国人几十年以来对国外事物的美化，对国外的男性，对国外的文化，对国外的经济进行了长达几十年的美化，使很多中国人乐于相信靠近外国就是靠近文明，靠近外国就是靠近富裕，靠近更加现代化的世界。在长达几十年的意识形态的输入呢，使很多中国人认清不了自己在世界中的当前的位置。事实上，根据我在各个国家的走访，尤其是上一次我在法国待了10天左右，根据我在当地对法国人的收入以及物价的调查，在法国农村看到了很多工人，他们也是穿得非常寒酸，而且他们的神情也是充满了谨小慎微的。一个人所处的阶级环境决定了他们的思想。中国人一直被塑造成在当前全球社会的一个比较低端的位置，但是事实上，经过俄乌战争和美联储 QE 之后，加上中国的工业化使我们的工业品变得廉价之后，中国人现在所享受到的物质生活其实已经达到了部分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很多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这个观念，而且在不断的重复一个历史叙事，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在世界是处于底层位置的。而因为这种常年的宣传，使我们对外国人充满了美好的幻想，才会出现 EasyGirl 这种现象。事实上，我个人觉得我们不能单独的去抨击 EasyGirl。如果女性出了问题，我们首先应该问问男性是不是出了问题，是过去我们的生产力还没有达到一定阶段，使我们的民族很多成员产生了自卑感。但是现在世界变化的速度是非常快的，现在的世界跟5年前的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现在中国人的生活质量已经大大提高，但是许多人都完全不知道，因为很多中国人他不出国，或者出了国并没有对整个社会的经济和民生进行详细的调查。由于我不断在世界各国去写调查报告，我非常清楚现在中国的整个的经济民生相对于其他国家所处于在什么样的社会阶段。为了能够清晰的表达这个概念，所以我一而再再三的在不同渠道告诉大家，绝大部分法国人拿的就是税后2000欧的收入，也就是说只要在成都拿到税后6000的收入，那么你的生活水平已经跟法国人差不多了。至少在我们公司已经没有人低于这个收入了。其实整个地球上大部分居民很多问题并不是国籍或者民族的问题，而是阶级的问题。我们看待外国人，觉得外国人美好，是因为觉得他们的阶级比我们高。但如果我们可以平视他们，发现我们的生活质量跟他们差不多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觉得自己是低于他们的阶级，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平视他们，你就不会有这种自卑感。我们不是为了嘲笑欧洲人在衰退，我们也不是为了嘲笑巴西人、乌克兰人活得比没有我们好，而我是想告诉大家，我们要平视这个世界，我们不用带着自卑，也不用带着自傲的心态去看这个世界。但现在很多中国人的自卑心是很重的，甚至我在公司里面告诉大家这个概念以后，我们公司同事的亲友都不太相信这个概念。但是我希望大家多出去走一走，多出去比较一下，你就会非常清楚这个概念是当前世界的真实情况。上一次我在各个平台都发了这个概念，绝大多数只要是出过国的或者刚刚从国外回来的90%的人是赞同这个观点的，反而很多在国内的人是激烈反对这个观点的。因为很多在国内的人，他们已经把国外很多国家想象成人间天堂。但是我真的要告诉大家，这个世界上没有人间天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会因为养老、教育、医疗、住房这4个问题弄得焦头烂额，没有一个国家能够同时解决这4个问题。